55岁的张小姐，自从2年前进入更年期之后，睡眠品质变得越来越不好，一个星期总有几次盗汗夜间惊醒的情况，而情绪呢也更容易起伏不定，再加上白天疲劳、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都变得更明显，让她不由得感叹：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更年期症候群吗？这些身体变化的元凶，除了更年期本身之外，真的就没有其他原因了吗？您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刘文德医师，我会在这里分享许多有关呼吸和睡眠的科学方法，来帮助大家呼吸顺畅，睡得更好。更年期是指女性在45到55岁之间身体必经的一个自然过渡期。这个时期，随着与生殖有关的荷尔蒙，特别是雌激素和黄体素的大幅减少，不仅影响身体的生殖系统，还可能对睡眠、情绪和整体健康产生重大影响。而其中最有感也非常普遍的就是睡眠品质的显著下降，包括入睡困难、睡眠中断和早醒难以再次入睡等等。根据研究，更年期约有超过50%的妇女受到睡眠障碍的影响，而且随着年纪增加，有逐年提高的现象，甚至高达60%以上。那更年期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？以下有几个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在了解更年期怎么影响睡眠之前，首先需要认识的是正常的睡眠周期。正常的睡眠周期分为2大部分，包括快速动眼期 （Rapid Eye Movement） 与非快速动眼期 （Non-REM 睡眠）。这2个部分在一个晚上的睡眠中会交替出现约4到6个周期，每个周期约90分钟。而睡眠则是从 Non-REM 睡眠开始，分成3个阶段，简称 N1、N2、N3。第一阶段 N1 就是所谓的入睡期，持续数分钟，从清醒开始进入到睡眠。第二阶段 N2 开始进入轻度睡眠，心跳与呼吸放慢，这个阶段约占整晚睡眠总时长的一半。第3阶段 N3 属于深度睡眠，不容易被唤醒，又叫做慢波睡眠，对于事件记忆的巩固与身体机能的修复特别重要。更年期的女性睡眠品质不好，就正是由于上面提到的正常睡眠周期受到影响。第一，更年期女性的雌激素减少，会导致一种抑制性神经传导物质 GABA 活性的作用减低，这样就可能会经历更长时间的 N1 阶段，导致入睡困难和浅睡增加。而 N2 阶段的时间也会减少，睡眠连续性变差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夜间醒来的次数增加。第二，雌激素与黄体素的减少也会影响到调节 N3 深睡期的神经传导物质，干扰身体机能的恢复和记忆的巩固，造成 REM 睡眠被延后，总时间长度也变短，结果情绪调节和认知功能都受到影响。所以这个时期的女性，除了睡眠不佳以外，情绪也更容易产生焦虑、忧郁等起伏不定的现象。第三，雌激素下降也会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，导致昼夜节律被打乱，晚上难以入眠，白天则是会感到疲倦。最后，更年期出现的热潮红与夜间盗汗，经常会中断睡眠，让人频繁醒过来，甚至难以再次入睡，让原本睡眠品质就不好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。说到睡觉时会打鼾，大家的直觉总是认为这应该是男性的问题吧？这种说法放在更年期以前确实是如此啊。一般来说，睡眠呼吸中止症在男女病患的比例上大约是4:1。不过到了更年期之后就不一样了哦。男性与女性在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严重度，可以参考2023年发表的一个研究成果，分析了1209位不同年龄层的受试者，结果发现，随着年纪增加，男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严重度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。相反的，女性直到50岁以前，严重度都还是接近正常，而且缓步上升的程度。但在更年期之后，就会快速恶化，甚至在接近80岁时，居然超过男性。可以想象，一对岁数相近的老夫妻，随着2个人的年纪一起增长，
阿嬷的睡眠呼吸问题可能会渐渐的比阿公还严重哦。研究跟数据是这么说没错，但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以下有几个关键因素很值得探讨。第一，上呼吸道更容易塌陷阻塞，雌激素和黄体素下降会导致上呼吸道肌肉张力减弱，在睡眠期间就更容易塌陷和阻塞，造成呼吸障碍，特别是仰卧的睡姿。第二，呼吸中枢的驱动降低，更年期的荷尔蒙变化可能会减弱呼吸中枢对于呼吸阻力的敏感性，导致呼吸驱动力降低，呼吸肌肉收缩的程度减弱，就更会出现呼吸不足的情况，容易醒过来。第三，肥胖的影响，更年期的妇女体内脂肪会渐渐重新分布，内脏脂肪增加，出现类似男性的中心性肥胖。脂肪会堆积在颈部和上呼吸道周围，增加对上呼吸道的压力，恶化睡眠呼吸中止。这个在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哦。无论是您自己或是您的家人朋友，在面临更年期的睡眠问题时，都可以参考以下几招来改善这段期间的睡眠障碍哦。第一招，找出潜在的睡眠呼吸中止症。要解决问题，必须先找出问题。更年期女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比较不容易被发现，因为症状表现通常不典型，例如打鼾声音不明显，呼吸暂停的次数较少，时间也比较短。另外，在主观症状上，多半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失眠频繁觉醒、情绪障碍等等，病症就很容易被归因于更年期本身的荷尔蒙不稳定所造成的结果，或是被当作单纯的失眠而已。在我们之前的影片有提到的 COMISA 失眠与睡眠呼吸中止症以共病的方式出现的情况，就很容易发生在更年期女性的身上。因此，针对这个时期的睡眠障碍，提高警觉是最好的做法。建议如果有睡眠问题，应该尽早寻求专业的睡眠呼吸评估与检查，找出潜在的睡眠呼吸中止症。这么做不但可以改善睡眠品质，还可以预防后续更多的严重并发症，例如中风心血管疾病或是认知功能退化等等。所以真的不能轻视任何睡眠问题哦。第二招，建立良好的睡眠优化方式。首先，请制定固定的起床时间，就算是周末假日也不要赖床哦。最好是起床半个小时内晒晒太阳，再搭配一些轻度的活动，这样就可以很有效地告诉大脑现在该起床了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早上打不起精神，不一定是前一天睡得多差，往往是该起床的讯号不够清楚，你的脑子以为还可以继续睡的缘故啦。而针对这个时期，特别容易因为情绪紧张而睡不好，所以如何舒缓焦虑的情绪就特别重要。像正念冥想、呼吸放松等等，用来减轻情绪压力的方法，在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有介绍。除此之外，每天进行规律的有氧运动，也是保持情绪稳定的有效方法哦。至于轻度的热潮红，或是容易夜间盗汗的情况，就可以透过降低卧室的温度，使用空调以及风扇，改善室内的通风。这么做一般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。通常几年后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了。第三招，针对更年期症状的专业治疗。压力严重干扰到睡眠情况时，可能就得考虑接受专业的医疗评估与治疗，例如搭配荷尔蒙补充疗法等等。就算已经排除睡眠呼吸中止症，也要好好调整生活方式，建立比较好的睡眠行为模式。今天的影片就进行到这里。更年期来临，随着女性荷尔蒙的下降与起伏不定，对于睡眠品质的影响，或许比你想象的还复杂，真的不能掉以轻心，最好要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哦。之后的节目我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好好呼吸、睡个好觉的影片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刘文德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